Hello， 大家好，我是 C 姐。那这次拜托我设计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深圳的小夫妻，刚买了3房2厅的精装房作为婚房。那2个人呢都喜欢温暖舒适的北欧风。女业主的性格非常的可爱，她也希望她的家居环境中呢能够有粉色、绿色、蓝色这样清新可爱的颜色。那接下来呢，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那这次的精装房呢，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是我们过往所有的房子都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呢，我们仍然是通过不拆墙、不破坏原始结构的这样软装方式来解决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这里先卖一个关子，房子现在已经装好了，现在就带你们来逛新家。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餐厅区吧。关于餐厅区呢，业主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需求的。首先呢，就是要有一个足够多的收纳柜，可以存放它的一些碗盘呐，还有干货。同时呢，他希望这个柜子呢，能够摆放他的一些像咖啡机啊、早餐机这样的小家电。所以在餐桌这一区呢，我们就定制了一组以吊柜和地柜形式呈现的餐边柜。在台面呢，使用了防水和防火的石英石。那平时像它的咖啡机啊、早餐机啊、饮水机什么的都可以放在这个台面上。那屋主的第2个需求呢，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可以容纳6到8人的餐桌，这样有朋友过来做客呢，就不怕家里没有地方坐了。可是这个餐桌区它在设计上是有个非常大的 bug 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有一个门洞，这个门洞呢是通往卧室和洗手间的一个过道。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处理方式，一个大概35到40厚度的餐边柜，再加上一个1.4米的餐桌，那么整个这个餐厅区和过道就被死死的挡住了。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方法，就是将餐边柜的一部分做成了镂空，将餐桌平时呢是内嵌进去的。因为平时家里其实只有小2口2个人就餐，只有当偶尔有朋友过来的时候呢，才会将这个餐桌拉出来使用，不会影响平时的这个动线。这样做呢，虽然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牺牲了一点点的这个收纳空间，但是对于小空间的餐厅区，或者是有这样子冲突的一个餐厅区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客厅这一区。根据开发商原本的安排，一进门这一面墙呢是沙发背景墙，它的对面呢就是电视背景墙。沙发背景墙原本的这个长度呢，大概在2.9米左右，是比较适合放大概像2.2米、2.3米这样长度的1字形沙发。可是业主非常强烈的希望能够带有贵妃榻的这样的转角沙发。可是我们知道，像比较常规的转角沙发的长度呢，至少要在2.6米以上，这样一个2.9米的长度的墙其实是不太够的，可能会撞到2边。那把这2面墙调转了以后呢，其实还解决了一个这个精装房原本自带的一个小 bug。这个 bug 是什么呢？这个位置原本其实是开发商赠送的这个入户鞋柜的侧面，可是很奇妙的是，这个侧面跟这面墙呢，竟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是大概有一个4到5公分的厚度差的，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和谐。所以我们就请师傅在这一面位置呢，增加了一块石膏板。最后是用同色的乳胶漆上色，它看起来就会像是一整面墙，毫不违和。而且这样增加的长度，这面墙就去到了大概3.3米的一个长度，足够放一个转角沙发和一个立式的饮水机了。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被开发商原本规划的这个格局所限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做略微的调整。那这个房子呢，有一个最大的 bug， 就是它的入户门一进来正对的就是它的主卧门。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居空间中呢，其实主卧是一个非常注重私密性的一个空间。可是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设计呢，要么你就平时要保持这个空间非常的干净整齐，要不然你就永远不要开你的主卧门。而且平时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呢，心里会有种不安全感，对吧？所以呢，业主也特别的希望我们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这个空间中已经看不到这扇门了。那它去了哪里呢？我们是又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在它们相邻的墙壁上又重新凿了这个墙，重新装了一个门。这样听起来呢就太麻烦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是放了一个大招。这个大招是什么呢？噔噔噔噔，看到没？还是有一个门，但是这个门呢，它就变成了一扇隐形门。那隐形门呢，其实是这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见过或者没有听说过。其实隐形门呢，它在具体的实施呢，其实是有很多方法的，但是基本上呢可以分成2大类。那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在木作阶段来实现的，木工通过板材打基底，然后再加木饰面板。我们一开始呢，其实也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因为是精装房，其实没有非常多需要现场打木工的这个工作，而且隐形门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一个工艺，所以没有师傅愿意接这么小的活儿。那我们就想到了另外一种方案，就是通过定制柜的方式来实现。那么相对来讲呢，用定制柜来做隐形门，它的造价也相对比第一种要更便宜。那这个隐形门呢，其实在空间中有非常多的好处。就拿我们这次的这个案例来说，它跟我们的餐边柜、隐形门还有我们电视柜这边的一个收纳，整个都连了起来。那整个空间这面墙呢，就看起来特别的简洁和大方。那如果你对收纳有更高的要求呢，你就完全可以参考我们曾经在北欧复古风格里面分享的，将电视柜这一区全部都做成定制柜。那么这一整面墙的立体集成柜呢，第一能给你带来非常大容量的收纳空间，第二呢，它也不会因为中间有一个门突然凹陷进去，破坏整体的一个完整性。那这个隐形门的这种形式呢，也分享给大家。但是因为其实不同的定制柜品牌在处理隐形门的操作方式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具体跟你所做的这个定制柜品牌去沟通，他们的这个隐形门是能不能做，如何来操作。这个空间中，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件超有艺术感的单品呢？它就是小香风地毯。我们常说小香风，那什么是小香风呢？其实小香风就是通过经纬交织的这种粗花泥凹凸的质感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那这个地毯呢，有加入亮金丝，这个亮金色跟地毯其他部分融合在一起，就呈现出一种非常低调的时尚奢华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主卧吧。其实这个主卧的格局呢，也不是特别的常规。通常我们会将主卧的衣柜安排在床头背景墙旁边这个墙的位置，但是刚好这里呢是有一个通向主卧洗手间的一个门，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墙的长度只有1.7米。那对于2个人的衣服的储存来讲呢，其实是不太够的。另外，如果将衣柜安排在这边呢，那它的床必然就要碰到我们的飘窗，感觉上没有那么的舒服。所以我们就决定将这个衣柜安排在床头背景墙对面的这个墙。那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同时还可以解决一个硬装原本存在的问题。那原本的这面墙呢，仍然是有一个墙面不平的问题，有一个厚度差。那我们通过做整面的顶天立地定制柜，就隐藏了这个厚度差，并且用上了飘窗上方的位置，还有主卧门旁边的这个空隙的位置，做了一整面墙顶天立地的这个大柜子，整个长度呢接近3.3米，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布局方式，将它整体的主卧的收纳空间扩充了将近1倍。那这次在主卧呢，仍然遇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就是飘窗。我们其实在之前的案例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飘窗的解决方案。我们知道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飘窗就代表了很多的钱，一定不能浪费掉。因为女业主希望能够在主卧拥有一个梳妆台，我们就借用上飘窗的宽度，做了一个梳妆区。那么上方呢，做成这样的开放格，可以存放它的一些包包和化妆品，那么就拥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梳妆和展示区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设计案例呢，欢迎多多关注一夕设计哦。